大家好，我是司蜥蜴。等一下，这个有点非主流。大家好，我是司蜥蜴。今天不是影评，今天也没有写稿，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因为我最近有一点所思所想，就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虽然说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是其实给我带来的感受蛮复杂的。说起来其实有点好笑，就是我把朋友圈的头图给换了。你知道朋友圈的头图吧？就是你点开你的头像，然后在你朋友圈上面最大的那张图，就是你的朋友圈头图。这样头图呢，人家就觉得可能代表着你的一些性格呀，什么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啊，相当于一个标签啊等等。就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一个图，它可能是个灰色或者随便弄一张什么图。但是作为一个市场销售，作为一个需要经常跟客户打交道的人，这个朋友圈头图、你头像、你的简介、你的朋友圈经营确实是蛮重要的。所以说这张图片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都是我的各种各样的荣誉、奖杯、奖状。然后我今天就把这张图给撤下来了，换上了一张风景照，是我前段时间去欧洲某个国家旅行的时候当时拍的一幅照片。其实说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蛮深的。我自己其实想了一下，可能它代表着一些东西，代表着我跟过去的所有的成就说拜拜。我的前途是正式的向我打开了新的大门，相当于我结束了我前10年的一个工作，现在完完全全又走到了一个路口，去选择下一步的人生。虽然说前段时间一直都在办离职，但是因为文书的各种繁琐还有很多的细节，让我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忙。就大家也知道，没有更新油管的视频，因为没时间写稿，没时间弄这些东西。而且说实话，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就更多的是一种不舍吧。那个时候因为在交接这些文书，交接所有的客户材料，去整理各种各样的资料的时候，其实就会把之前这10年的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全部都想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释放了很多的情绪，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样的情绪跟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不舍，而今天就是我很难去形容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的未知。因为过去的10年我一直都在做自己很熟悉的工作，我知道每天要做什么，我知道可能要迎接哪些挑战，我知道我的客户会说什么，我也知道无论是我过去遇见的，还是我现在认识的，还是我未来可能遇见的，他们的共性和他们的特性是什么，我能够很快的去识别他们，我能去发掘他们的需求，我能够去跟他们交流。就好像过去的工作是我跟这个世界的一个滤镜，我总是透过这个滤镜去看世界，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赚取这份工作给我的利益，所以说就相当于离开一个舒适圈吧。当我的未来现在是完完全全的一片所谓的旷野的时候，我是一个相信因果的人，我现在做出的选择会带来未来的后果，所以说我现在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要尽量的去谨慎权衡。而当这些后果发生的时候，我也会负担我的责任，我也会觉得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选的，我能够去接受，我能够以这样的结果再去做出当时未来的我更好的决定，这是我做事的一个方法。但是我现在说着的时候，我想一想，我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加入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那个时候甚至觉得我自己不适合，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人，或者说这个公司的人，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样子都跟我很不一样，我甚至想要不要辞职。但是你看，我也走到了今天啊，我做的比我想象中的自己好得多。就如果是我现在的自己有能力去回到10年前，那其实我就会想跟当时的我自己说，我想跟我说，没有关系，你经历的所有的这些困难，其实你都会克服的。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度过的这些事情，其实到最后你全部都会觉得你自己很骄傲，你觉得哇，我什么都可以。所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需要去很具体的规划，其实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做好。是我在这份工作中学到了蛮多的东西，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蛮适合现在的，就听起来有点土啊，有点像打鸡血那种。目标刻在钢板上，方法写在沙滩上。顾名思义，你的目标一定要非常明确。你在做事之前就要想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要什么，或者你不想要什么。很多人他也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一定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比如说我不想要朝9晚5的工作，比如说我不想嫁人，比如说我不想生孩子，比如说我不想生活在某一个小县城。那我觉得这个目标你确定好，然后你的方法其实是可以灵活去调整的。那我在很多年前政治觉醒的时候，我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我要出国。那至于怎么出没有关系，留学也可以，移民也可以，偷渡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那去哪个国家不要紧，只要让我出中国的边境线，就哪个地方只要适合我，我能在那里安家，我能在那里赚到钱，我能在那里过上我自己喜欢的生活，都可以。早在我女权觉醒的很多年前，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政治觉醒了，而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无论如何都要出国。那个时候我也跟我爸妈说我想出国，我想留学。我爸妈其实都还是比较支持我的，他们在后面的移民和买房其实也都经济上精神上也都很支持我。就在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说我想留学，我妈她说行啊宝宝，只要你想，就妈妈砸锅卖铁也要让你出去。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肯定是听不得这种话的，那时候还不懂返校，10几岁的小女孩，2000几年就觉得压力很大，觉得天哪，我要花爸爸妈妈那么多钱啊，上百万，而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回报，不知道能不能有很好的收入。所以说你看这种不返校多不行。所以说我就想着大学的时候，比如说有没有一点交换生啊，或者说找到海外工作的机会。但事实上大学4年真的就感觉跟荒废了一样。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已经荒废了4年了，那我未来的4年、8年、12年，我绝对不能再浪费了，我无论如何都要出国。作为一个文科生，又不是学历非常高的那种，我也不想去做一些稳定的工作，而且我的目标就是赚钱出国，就去做了跟市场销售有关的工作，即使这份工作跟我的性格非常不合。那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很痛苦，每一天上班都觉得像是折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大部分呢都跟我的性格跟他本身的冲突有关。这么一想，我在刚开始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根本想象不到我后面拿到的所有的收入也好，成长也好，所有的收获都想象不到后面的自己会有这些东西。如果我现在的自己30多岁的自己，我有能力去回到20多岁的，我会觉得他很可爱。他那个时候总是在自我怀疑，都觉得天哪，我肯定做不好这份工作，就会想跟他说没事的，你肯定可以，你看10年后的自己做得多好啊，大姐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度过去的。那其实我现在有这些迷茫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如果跳到10年后的自己，如果他可以穿越回现在，他现在在我录视频旁边，他肯定就是要的，你醒醒啊，不要迷茫好吗？大姐你也真的可以的，你肯定没有问题，你收获的肯定会比你现在收获的多得多。而且你现在所有担心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啊，都是小问题。而且我现在才30岁出头，相当于我人生的事业黄金期才刚刚开始，我只是挖到了我人生中的第1桶金，而我未来还有一个超级无敌大金矿在前面等着我。其实我现在所有的迷茫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而撤掉这个图，换上新的图给我带来的这种情绪里面，可能还有一种就是我会去反思自己是不是放不下，比如说会不会有一点贪恋过去的地位啊、名利啊，或者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但是其实仔细想想，就从钱来说，我刚刚也说未来还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以我的能力、我的才华、我的为人处事，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担心。我自己心里面也知道，就
之前的这份工作虽然说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但是归根结底它是跟我的性格和我的理想肯定是有别扭的，有冲突的，不然我不会做一份工作做的这么纠结，做的这么需要说服自己，需要去调整自己的性格。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我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字去传达自己的情绪，传达自己的观点。那可能到现在这个时代，我没有办法完全的通过文字，但是我也能够通过我的口才、我的视频、我的剪辑，新时代的自媒体时代的作家嘛。就好像是我出国的时候，就算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不回去，但是在某一些瞬间还是会想念那里的食物，那里熟悉的环境和过去很多快乐的日子。我想这并不是一种放不下，而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正常的反应。就好像是我之前看《楚门的世界》，当他发现这个世界是假的，当他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世界的漏洞，当他意识到他想要真正的自由，他会在上楼梯开那道门之前有一点犹豫。这样的犹豫不代表他想要真的停留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走。但是那一瞬间的那种犹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情绪。放不下的并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我足够喜欢我自己，我足够喜欢过去那个为了事业目标去奋斗的自己，我足够去认可我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是出于我自己对自己的爱，我出于过去那10年从稚嫩走到成熟的自己的喜欢。但是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个自己不会消失，因为这个自己从头到尾都在这里啊，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就是我自己，而我未来会更优秀，我未来会更好。我10年后的自己看现在，我会觉得我现在也很稚嫩。比如说我以后拍了100个视频，我也会觉得现在拍第3个、第4个视频的自己，觉得啊他好可爱，他怎么拍的有点尴尬。人他不断的在成长，这个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告别的过程，也是一种不断的去开启新的旅程的过程。而今天说了这么多，起因也就是我朋友圈换了一张图，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但是确实就好像是所谓一个寻常的下午，你跟你过去10年的人生做了一个告别。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各种复杂的情绪，真的我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平台吧，能够让我去记录下来。而且在这个诉说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思路也会变得更加清晰，我能够去消化自己的情绪，我能够去整理自己的思路，而且也有机会能可能跟我有共同经历或者共同类似心路历程的你一起分享。我觉得这种形式还蛮好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欢迎给我的视频点赞哦。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思希逸，拜拜。